打工人下班用鐵板燒和雞公煲來治癒自己，這誰遭得住？午休去幹飯。中午溜出來吃鐵板燒。眾所周知，鐵板燒呢就是在一塊發熱的鐵板上面煎烤食物。很多人都以為鐵板燒是來自於日本的，但實際上不是。鐵板燒最早是發源於西方，是在日本經過改良過之後再傳到中國這邊來的。因為它在高溫的鐵板上面煎烤食物嘛，所以可以鎖住食物的水分，會熟得很快。今天點了個47塊錢的套餐。烤牛排的時候，廚師還往裡面加了黃油和黑胡椒。牛排，熱吃。好的。開始乾飯。它這個黑椒牛排裡面還加了洋蔥，整個口感是外焦裡嫩的，熟度也剛好，口感也很好，能夠吃到比較濃郁的黑胡椒的味道，還有黃油香，就很不錯。再吃上一大口米飯，特別爽。湯也來啦，這個湯羹裡面有香乾絲、胡蘿蔔絲、肉末，還有一些很薄的雞蛋片。這個蝦一時之間，我竟然不知道要如何處理。原來我想很優雅的拿個西餐的刀叉，自己把它切開來，但是我好像沒有看到刀叉。然後又想讓廚師幫我直接在鐵板上把殼去掉，但是現在這個鐵板已經清理過，锃瓜瓦亮的，我也不好意思再去弄髒它，就直接上手上嘴吧。這個蝦是新鮮的，它還放了檸檬芝麻，整個口感上是非常清爽的。現在在炒卷心菜。有種卷心菜被降服的感覺。再炒培根，然後把卷心菜和培根混在一起炒。上菜啦！打工人2荤1素1湯的菜都齊啦。菜單設計上我發現也有玄妙，它先是上黑椒牛排，你吃的稍微有點膩了就吃這個蝦。考慮到葷素搭配，它還上了一盤卷心菜。為了防止你口乾，還上了一碗湯，還有一杯水。打工人的滿分菜單了。這用嘴啃的蝦殼一片狼藉，不過這個蝦真的是做得不錯，很好吃。來重現一下蔬菜。我一直都認為吃蔬菜只是為了健康，而不是為了美味，所以對蔬菜的要求都不會很高。這一份培根卷心菜，我也是為了健康，在口感上我覺得打7到8分吧。我覺得打工人中午能在餐館坐下，我安安靜靜的吃一份鐵板燒，對我來說已經是一件挺滿足的事情了。今天這樣子一頓飯，有肉有海鮮有蔬菜，47塊錢。很可以了，光是想着廚師在我面前現場做這個鐵板燒已經很滿意了。這個黑椒牛肉裡面，我覺得洋蔥很好吃。光盤啦，我可真棒呢！因為今天中午吃飯吃得特別快，而且我還留了點肚子，準備再去吃個甜品，打卡一下最近網上風很大的固體楊枝甘露。我也是第一次吃，去試試看。因為我買這個甜品的店裡面，它沒有可以堂食的地方，我實在是找不到了，就來到了盒馬裡面，我準備把這個吃完，回去上班。這其實就是固體的芒果，上面抹了一層酸奶，放了些柚子肉，又加了一些芒果粒。芒果裡面有一點酸，柚子肉裡面也是有點酸的。這個酸奶相比起來就變得有點甜味了。嘴巴裡面你把它咬碎之後，就是正常的稠狀的楊枝甘露的味道。這一盒固體的楊枝甘露可以是当成水果來吃，8塊8的價格，我覺得對於上海的物價來說也是還算可以吧。吃飽喝足，回去幹活。上海最近天氣開始轉涼了，下班之後來上一鍋熱氣騰騰的雞公煲，一身的疲憊一下子就沒有了。所有的飲料和配菜都放在冰箱裡，有需要可以自取。
這家店據說是全上海最好吃的雞公煲，我在上地鐵之前就已經線上排隊取好了，一共等了有快1個小時吧，剛好來到店門口的時候沒有等多久就到我了。給你們看看這裡的菜單，真的非常原始。我點了一個小份的雞公煲，還加了一些蔬菜和方便麵，當然快樂水萬萬不能少。這是我的一次性餐具。饥肠轆轆的等待着。這誰遭得住？這雞公煲還在咕嚕咕嚕的冒着泡，好治愈啊！裹滿醬汁的雞肉最能撫慰人心。1碗白米飯。这个鸡公煲呢是咸香口的，另外还可以吃到一点豆瓣醬和老乾媽的味道。太滿足了吧！嗨，我是 Daisy。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哦，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，謝謝。雞公煲呢，它這個醬是亮點，雞肉在烹製之前已經拿特殊的醬料醃製過了，再把它放到鍋裡面炒熟，吃到嘴巴裡面會有一種醬香味，口感上也還是有一點點偏甜的，可能是因為雞公煲它進入上海之後改良了。它這裡的雞公煲做得非常入味，這一鍋小煲，我感覺我能吃上1大碗米飯。我其實最喜歡的是雞公煲裡的洋蔥，非常入味，又很軟，就很好吃。很多人都以為這個雞公煲是來源於重慶的，但其實呢，它是一道現代的融合菜，結合了四川乾鍋的麻辣鮮香和廣式煲仔的醇厚濃郁。吃雞公煲最有樂趣的地方在於它的一鍋兩吃。第一個階段是乾鍋，趁着雞公煲它剛上來的時候，湯汁還沒有完全收乾，在這個鍋裡面吃雞肉和配菜。要是把鍋裡面的東西吃得差不多了，那就來到第二個階段，把雞公煲當成鍋底，加一點湯，這樣子就變成了火鍋。再往這個火鍋裡面加一點配料，這樣子所有的配料都會吸滿了雞公煲的湯汁，變得超級美味。我錄這個視頻的時候，完美錯過了服務員加湯的瞬間。剛剛服務員擔心這個湯太淡了，還另外加了1大勺這個雞公煲的醬料。等湯沸騰的時候，可以在這個鍋裡面加一些自己喜歡的配菜，比如說我點的雞毛菜和方便麵。湯汁濃郁的方便麵實在是太誘人了，可是好像還得再等等。這個方便麵真的超入味的。嗨，我現在已經吃完飯出來啦。現在是工作日，禮拜3晚上的8點20多。這家店門口還有人在排隊，已經排隊叫號叫到 A147號了。我剛剛排隊的時候是在 A14號，就我吃飯的這段時間已經過了100多號。現在不是整個經濟環境不好嗎？這家店在工作日晚上還能有這麼多人會排隊來吃，我覺得多少是有點道理的。